此时，店里那张2毛的小弟也完全理不清头绪了。他不由暗想，来之前2毛哥都跟我交过底了，我这就是骗人来了。我得把一个晚清或者是民国初期的东西说成是明朝的，然后再高价卖给眼前这个家伙。现在这家伙说他是宋朝的，这他妈是什么意思呢？疑惑间，他下意识地问，老板，如果按你说的这东西真是宋朝的，那它能值多少钱？周良运思忖片刻，开口道，南宋的铜器其实是相对冷门的东西，倒不是说没人买或者没人喜欢玩，主要是因为南宋当时一直要抵抗外敌，所以常年战事，大部分的铜都要用作战争，再加上当年冶金条件有限，铜的产量也很低，所以能用在民间的铜自然就比较少，多是以青铜为主。像这种高质量的铜器非常罕见，高质量的铜器一般都采用鎏金工艺，北宋的鎏金铜器放到现在都是能进博物馆的东西，价格很高。你这尊铜佛，其主题是苏频陀尊者，品相确实不太好了，我估计是流传下来的时候，后人不懂，保管不当，把皮壳严重破坏了，破坏之后又进行了人工做旧。说到这，周良运又道，不过即便是破坏了，但依旧看得出这尊铜佛的工艺很强，在那个年代绝对是非常了得的东西，而且以这种器型和工艺来看，当年这东西一定是通体鎏金的，只可惜鎏金全都不在了。据我估计，当年只有皇家或者大型寺庙里才有这种铜制的佛像，10几年前京城拍卖会就出过类似的鎏金铜佛，当时那件铜佛的器型还没这个好，都拍了2000万人民币，那时候的2000万绝对抵得上现在1个亿了。所以如果把它放在现在的市场上去评定的话，即便皮壳受损，我估计市场价格也不会低于2000万人民币。要是皮壳保存完好，我保守估计在拍卖会上卖到8000万以上也是有希望的。车里的肖长坤和张二毛几乎同时间破口大骂，傻逼，净扯他妈犊子，贱人，真他妈大忽悠。骂完，肖长坤气恼地说道，妈的不玩了，回家了，还8000万。他妈的，这孙子怎么不说他值8个亿呢？狗日的，闲的没事学会耍人玩了。张二毛也很是恼火，气急败坏地骂道，狗日的，看起来人模狗样，没想到也他妈一肚子坏水，这他妈就是把咱当猴耍呢。肖长坤咬着牙说，真他妈闲得蛋疼，前2天我还刷短视频，刷到有人接到骗子的诈骗电话，明知对方是骗子，还故意跟骗子聊了10几分钟，把骗子耍得团团转。这家伙估计也是拿我们当乐子呢。此时的2人心里已经彻底不抱任何希望。情况下，如果一个收古董的发现东西比卖家描述的要好得多，那打死他也不可能把实话说出来。这不就是标准的捡漏吗？哪有人在捡漏之前还要告诉对方，你这是个大漏，值老多钱了？大家只会把真话藏在肚子里，然后装作云淡风轻地说，你这东西不怎么样，值不了这么多钱，我给你的价格已经是全行业最高的了。所以他们都觉得周良运这就是标标准准的戏耍。正所谓你编故事耍我，我也编故事玩你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而对肖长坤来说，事已至此，骗局就已经完全败露了，还有什么必要继续在这里耗着呢？可是谁也没想到，周良运接下来一句话又让2人搞不懂了。他开口对那人说道，如果你能等的话，可以把东西交给我来寄售，卖掉之后我抽你1成，也就是10%，剩下的都归你，你看怎么样？肖长坤愣了，问张二毛，这孙子到底要干嘛？演戏演上瘾了是吗？张二毛摇摇头，我也不懂，他该不会是想骗我们把东西留下来，然后拿住我们的把柄吧？肖长坤反问，你不是说古董买卖愿赌服输，警察不怎么管这事吗？张二毛道，他现在要寄售，寄售也就是不花1分钱成本，把东西先拿着，万一他不报警，改在全行业曝光呢？他会演识破骗局，知名度一下子就干出去了。
我们他妈的怎么办？这东西还要不要了？就算想要，还敢去找他要吗？妈的！肖长坤忙道，那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让人带着东西撤回来啊！张二毛咬咬牙对肖长坤道，肖会长，反正都已经这样了，不如豁出去拼一把试试看。肖长坤问，怎么拼？张二毛嘴里念叨着说，不管他是想玩我们也好，还是留证据在业内曝光也好，只要能让他出钱，咱不就赢了吗？归根结底，不就是让他出钱吗？只要是他出了钱，他就算不曝光，我们也要曝光啊。说着，他掏出另一部手机，给小弟发了一条微信。小弟手机响了，拿起来看了一眼，随后又放回原位，对周良运道，老板，我是真等不了了，再等下去，这东西它就不是我的了。我也不管它到底是明朝的，还是宋朝的，还是唐朝的，我今天就想把它卖掉，就50万。你要还是不要？要你就拿走，不要我就换一家。车里的肖长坤问张二毛，能好使吗？他明明都已经看出来了，还会花钱买。张二毛随口道，死马当活马医呗，咱退一万步说，万一这孙子真以为他是北宋的呢？他买回去不就打眼了吗？咱们现在已经到这一步了，干脆就直截了当问他买不买。真不买，咱就拿着东西走，反正卖不掉您不用担心，我个人拿20万给您。肖长坤放下心来，却又连忙说道，这倒不都是钱的事儿。此时店里的周良运看着那小弟，开口说道，你可要想清楚，这是上千万的东西，你真的愿意50万就把它卖掉吗？小弟点点头，笃定地说道，别说是几上千万的东西，就是上千亿我也不在乎，我今天就要50万。周良运叹了口气道，说实话，我是很想收你这东西的，可是我手里确确实实没有这么多的现金了。你看我这店里什么也没有，楼上我要住的地方还没收出来，我怎么还都得留个10万8万的在手里，所以我手里能拿出来的也就20-30万了。说着，他十分坦诚地对那人道，要不这样吧，我还有个公平提议，这东西算我入你一股，我给你25万，然后咱俩拟一个协议，东西咱俩一人占50%，只要卖掉了，无论卖多少钱，你都能拿走一半。